听这节课之前啊，你先想想你是怎么做 BOM 的。如果你不知道 BOM 还可以这么干，那太可惜了哈，我得给你唠了哈。之前我们把我们 SWTDO 的 Pro 的工具定位为 Pro 的系统的阉割版，其实也不完全是啊。我们家不干的毫无创意、丢人现眼的产品啊，我们做的软件也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啊。咱看看这个 Pro 的工具，它有什么东西。同样哈，我要先给你介绍一下环境。这个环境里边，像所有的零件都像这个一样哈，所有的配置全都没有。如果你什么属性都没有的话，那么我们直接创建会增加这么5条固有的字段啊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在这个添加属性里边，这有20条，这是我们 SWTDO 标准属性。这20条属性是让你可以随便往里边选啊。比如说添加这个包装，那么我添加进字段去，你看这边它写进来了是吧？创建，重新创建了啊，它给你增加一个包装这么个字段来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包装这里边添你的什么内容哈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要跟你说一个，哪怕是在使用我们家 SWTDO 的用户，他也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一个事儿哈。咱直接操作哈，我先选一个零件，打开它，我在这里边属性里边添加1，确定一下哈，这里边有个1、2、3了。然后这个 Pro 的我要重启一下，重启一下之后，你看这里边哈，1、2、3都有是吧？添加进去，3添加进去啊，然后我们再创建，你看这个。只有一个零件我添加了这个属性，但是我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往里边输了，每个零件我都可以往里边输。这有啥用？如果你这个产品是款 3D 打印的产品的话，那么你需不需要喷涂呢？你如果需要喷涂的话，每个零件的颜色有可能都不一样，是吧？你可以一个一个标准化你的整个 BOM 的全部属性，是吧？这里边还有个保存，我不从这里边选了，我直接从这里边输入，比如说生产商，我保存一下它，保存完了之后，当我下次再使用这个 Pro 的时候，从这里边直接创建，你看这里边生产商出来了是吧？我一样还可以往里边输。输入完了之后，不是说光把这个表导出来就完事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你修改过的内容直接属性反写进去。你看反写完了之后啊，这个短支柱我打开它看看哈，这个短支柱你看它的属性里边已经有这个生产商了是吧？我们是把这个属性直接固化到你的零件里边，在这里你还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属性标签管理器啊，这是 V7 版以前用的东西哈，用来微调你这个零件的属性啊。虽然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太用它了，淘汰了啊，因为我们这属性管理器强大的多啊。另外像这个地角弹簧这两个哈，它无论是文件名还是属性里边都没有代号，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Pro 的工具来给它先创建个 BOM，把这两个选中了它，然后选择代号自动啊，这里边可以给你增加点代号啊。接下来呢，可以把这两个零件选中，右键 SW 选中，左边高亮了，然后根据前边我们的属性优先原则自动更名。最后输出个 Excel 加个缩略图 Excel 导出。啊，这就出来了是吧？这个 Pro 的工具啊，我们最初的思路来源其实是这个 SolidWorks 自带的这么个 Treehouse 啊。在那个有我们 V7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注意到有这么个玩意儿的用处了哈。可惜它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满怀信心啊，那个以后 SW 一定能修好它。等到2021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，终于发现它好使了。就这个工具啊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输出到 SolidWorks 文档啊，我们很高兴。结果又过了几个补丁，它又不好使了。哎，这个打锁1年呢，他才出5个补丁，给我们等急眼了啊！去个蛋去吧，我们就自己搞一个吧。然后就有了我们的 Pro 的工具啊。另外我要补充一个事儿哈，就是我们这个 Pro 的工具也好 ，Pro 的系统也好，就是比如说这个零件，你选一个，我们统计的数量这是一个啊。你如果是选2个，我们才统计2个啊。这个我们在犹豫哈，要不要改一下？这个好像是。按个数选择统计数量好像不太合理，好像是。有意见可以跟我们说一说，给我们留言区留个言什么的哈。我们也没想好这个什么场景有可能是需要这样的。